把门关上。你就是我的第3位师傅。怎么，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？我是六初。六叔师傅，你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。先放着吧。您要教我什么？怎么，他们没告诉你吗？哦，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，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。那你觉得我可怕吗？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。你今天啊，只需学会一件事：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，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不过，如果你学不会啊，也没有关系。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，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是来教我复仇的。啊，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，还不错。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，但往后啊，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，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。将来的路上，你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男人、女人、敌人、友人。男人如石，刚强之力义不容辞；女人如水，温柔坚韧，情深似海。这情义2字，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。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。真心？连真心也要防备吗？你上次见你爹娘，是10年前了吧？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？其实啊，我和你也一样，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。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，可他们的样子，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。你说，我这样算不孝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，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。爹摘石榴，娘剥石榴，我吃石榴。那时候好快乐呀！我也是。我爱吃烤鸭，每当我爹发了俸禄，他就会上街给我买。可谁成想，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。
如果有机会，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，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。我想，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。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此刻你已经死了。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，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。这不公平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？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。我明白了，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，一丝风都透不进来，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。可这么做还不够，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，还要把情绪练得炉火纯青，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，笑也是真的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，自然就不会有破绽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你做得到吗？我一定能做到。你还年轻，虽然聪明但骨子里却是个性情中人。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，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。走了。六叔师傅，那今日这一关，我算是过了吗？我这门课跟你那2位师傅的不同，情感之事，有些人生下来就会，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。你记住，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，今后务必小心谨慎，切不可轻易动情。师傅，您又骗我！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，我看是您想喝了吧？你六叔师傅在京城，见多识广，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。那您就不担心我吗？六叔师傅那一关，我只过了一半。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。六出这关你能过一半，已经仅次于我了。你看你星斗师傅，他那个心呀，简直就是一块石头，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？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。他那样的人，谁也骗不了他。而你呢，重感情，最容易被骗了。唉，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？哎，傻小子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。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？因为您比我老啊。你个臭小子，你骂谁老呢？你站住！徒儿不敢，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。师傅请。有句话叫“欲速则不达”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，是用真话、实话来骗人。师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，后来亏吃的多了，才慢慢懂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，我仍需磨砺。师傅的意思是，你小子又被骗了。你师傅我天赋异禀，天生会骗人，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？太嫩了。来来来，给你。恩公，先生。
好些年没来看你了，都长这么大了。解解看。将军所。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。师傅们都待我很好。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，每天卯时起，按时睡，从来不曾懈怠。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？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。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3381块。房上有多少片瓦48300片。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？我家有门生10人，被黑衣人所杀。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碾断了脖子，我的妹妹、母亲均死在剑下。那晚一共死了14人，距今3325天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，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。你在这里无忧无虑，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。师傅教我的，仇恨不用写在脸上，放在心里就好。心是自己的，别人看不见；脸在外面，人人能见。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他就是你的仇人，平津侯庄如意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化成灰我都记得。平津侯戎马半生，手上沾满鲜血。他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生性谨慎多疑，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。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，你要想杀他，难如登天，只能智取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？你要找个机会，成为他的幕僚。所以师傅一直教我纵横之术。在平津侯身边有3个人，横在你与他之间。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，必须先过了这3道关。此人名叫瞿娇，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，也是他的府兵统领。他专替平津侯杀人，手段极其凶残。杀我家人的，就是他。小哥，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。好。再往中间放。
瓜果放2边。管家，有，臧大人，先后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好。爹，我知道，你做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，不是为了杀人，只是不想这门技艺失传。真爱痴迷于这项技艺，不希望它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。但是爹，我没有其他选择了。现在它在我手里，我会用它杀了平津侯，为您，为母亲、妹妹和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。臧大人，在做什么？我方才想了想时辰，今日酉时希季，万物已入，有为酒器，又有丰收之意，所以我将酒樽挪到了左边，以示尊贵。方才整理的时候，不小心沾到了香灰，清理一下。哦，还有这样的讲究。大人真是心细如尘。应该的。侯爷，时辰到了，该上香了。父亲，家中一切安好，胜券不减。前些日子，皇上还嘉奖辅儿办事得力，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。过几日，父亲继承，我携家眷到陵园，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。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，保业守成，让庄家永续。知行怎么还没来？侯爷已经差人去找了。知行从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，
怕是去什么地方玩了。机关为何没有动静？等他回来，自去领罚。侯爷，侯爷，祭拜先人乃一家之礼法。我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，和大公子一起吧。为什么要等他？目无家法，本侯不想见他。今日二公子不在，人数欠缺。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9束，99归一，小人是怕先侯地下有知，认为不及呀。先侯征战四方，豪迈洒脱，从来就不相信这些。就算泉下有知，求的也不是99归一。不过，你为何如此紧张？从刚才起，你就看着这个香炉，有问题吗？啊，侯爷，侯爷，臧大人做事一向周全，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，还特意选了供香。这香有何不同？侯爷，这就是此前臧大人用的香。小人发现，此香不同寻常，心里有金丝，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。臧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侯爷恕罪。今日祭奠先侯，此香内冠有金丝，燃香为火，火克金，可消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。小人斗胆用它焚香祷告，望先侯有灵，消灾降福，坐镇门庭，保家宅兴旺啊！庄山，在。去看看这香炉。是。既然是为了家宅安宁，为何自作主张，不和人商量？侯爷刚硬乔望，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，听了心烦，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，还望侯爷降罪。本侯就是火命，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？庄山，侯爷，臧海是为侯府着想，你坏了他好意，该罚。小人自作聪明了。继续吧。这机关盒不在香炉里，那会在哪儿？我申时放进去，有时就不见了，中间只有1个时辰，怎么就凭空消失了？是有人发现我了，但显然平静后还不知道。难道是丫鬟小厮将它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？还是说，有人取了出来，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侯？大人回来了，吃点茶点吧。我不吃甜食，你们拿去分了吧。谢大人。哎，祠堂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？
回大人，都收拾好了，贡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，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，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，一会儿就叫车拉走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在找什么？是在找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要杀他？我见到了我的爹娘，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，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，被人踩在脚下，至今都无法安息。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？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府之前趁乱逃离，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香。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，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。一个管家，哪敢自作主张？如果是平津侯，早就设计好了，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你就没有想过，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？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，先在府中加殿，再去陵园祭拜。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？按规矩，幕僚都住摄人府的。当年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，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着。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，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。侯爷，最近市井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流言，流言本侯听得多了，都是些无稽之谈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这些都是公布的图纸。侯爷的意思，以后有些事情，希望您多替大公子备用备用。他对你委以重任，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。待会儿试完粥，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。藏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，不必再侦查。不是，这事儿真的可以让平津侯亲口说出来。但我不能问，哪怕我跟他关系再亲近，一旦我问了，他就会立刻对我起疑心。所以，我需要一个人，一个可以帮我打探消息、打开平津侯之口的人。那就得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大夫人蒋襄，贵族出身，自视甚高，你就算对他有价值，他也会把你当狗使唤。庄知府也是一样。况且我如今锋芒太盛了，杨真、菊娇都因我而死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相信我。哎呀，这么说来就剩下一个人了。只可惜庄之行太过脓包，不然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不，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可是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他不受平津侯待见，你确定要他？对，我要帮他获得平津侯的宠爱和信任，让他帮我问出那个人。那他凭什么帮你啊？历来历往，为利而已。你拿什么跟他换？让他成为侯府的继承人。庄知府是侯府嫡子，庄之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他拿什么去争啊？这就是因为难，才能让他动心啊。我帮他上位，他帮我问出平津侯的秘密，很公平。而且我听说他生母以前是平津侯很宠爱的一位淑人，但是母子二人后来渐渐被冷落遗忘，这样的落差
可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，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拒绝。都下去吧。宣东夏郡主觐见。参见陛下，快跪下，快磕头，给陛下磕头。东夏小儿不懂规矩，陛下勿怪。无妨，自有大庸礼官规训。从今往后，她不再是东夏的郡主，朕就封她个柔远公主。奢则家贫，凡为女子，不可因循。一生之计，唯在于勤；一年之计，唯在于春。茶酒清香，有光门户；红日寒山，挽留居住。点烛擎灯，安排卧具，清静相承。跑哪儿去了？仔细找找，真是的。嘿，葛女使，有个小丫头跑进职宫了，有没有看见？好像往那边去了。殿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是。他们走了。你怎么没告诉他们呀？你又没做坏事，干嘛告诉他们？溜进来不算坏事啊。对我来说，溜出去才叫坏事呢。我终于一个人出来了。他们管你很严吗？是啊，我出门都会有人跟着，不让我随意和别人聊天。你看，你今天不就自由了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办法多的很。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。就要这个了，那我给你插上。我看看，如何？感觉还是不够好。那就去下一家吧。嗯。怎么样？你今日功课做完了吗？女史讲的东西，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。
什么大庸的礼仪啊，大庸的国史，听得我烦都烦死了。哎，难为人家了。好了，今日要给我说哪段啊？好，我的公主殿下，你想听什么呢？是缠绵悱恻的爱恋，还是荡气回肠的恩仇啊？那我今日就要听冬夏的故事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关于冬夏歌姬爱上大庸秀才的故事。骗人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故事。那我又没有去过冬夏，我能编出来都已经是神通广大了，除非有朝一日你能带我去冬夏看。怎么啦？又想家了？没有。哎，有想过将来吗？我想过，不过我还没太想好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喜欢做那些女工，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我爹让我看的书，枯燥极了。我呢，就喜欢整日坐在街头巷尾，听人们茶余饭后讲些闲言碎语，然后再把它们编成故事。要是再配上影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你说书再加上影戏，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捧场的。到时候一天下来，打赏的铜钱就不计其数。我就拿个布袋子跟在你后面收钱。你这个财迷，你看看你，哪还有点公主的样子？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冬夏的孩子也能吃上冰糖葫芦，冬夏的百姓也能和大庸的百姓一样富足。我相信，冬夏有你这样的公主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。可是我现在被困在这京城里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这个公主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大庸有句话呢，叫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既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，那我们就努力过好眼下的日子。至于你的冬夏子民，你现在虽然身在大庸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帮到他们。倒是也奇怪，这平时人山人海的，怎么今天这么冷清？因为还没开业啊。啊，你看，这陈楼怎么改成枕楼了？陈楼经营不善，亏了不少钱，现在被我给低价盘下来了。皇上也已经答应我了，从此以后，这枕楼就由我来经营。皇上答应你经营枕楼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这就是本公主的地盘，带你看看啊！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想要一个戏台子，给更多的人讲故事？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，我要让他们都来听你讲故事，而我呢，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跟在你后面收钱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既然我没有办法离开大庸，那就趁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。我要让那些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之人，多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平津侯家的二少爷又在枕楼债台高筑了，这随有多少？光这个月900两，还真是个败家子儿啊！我听说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这个家早晚让他败光。
是吧？来，飘吗？这平津侯什么人物？他的大儿子庄知府，年纪轻轻啊，就做了工部侍郎。那你说这侯府怎么生出这么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呀？给那个侯府的脸呐，都丢尽了。丢尽！来吧，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。不是我说你谁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倒觉得二公子挺好的呀，他反倒像年轻时候的平津侯，不见得比不上大公子。庄大公子文能治国，前途无量，那庄之行拿什么跟他比？是。告诉你们，庄之行身上有的可是平津侯的血脉，是先将军庄牧的孙子，庄家世代将才。庄二公子现在啊，只是不显露山水罢了。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名扬天下。就他，兄弟，你太会说笑了你。来，庄二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能在这儿吗？没事，你们继续。庄二公子，我们休息完了，您泡。对，您泡。走。哎呀，要不要找人治治他们？京城啊，瞧不起我的人多如牛毛，治不完的。上次叫你来跟我一起泡，那么江外，今儿怎么自己来了呀？在下出身贫寒，没见过世面。上回听了庄二公子对这药浴的一番褒奖，这心里就惦记上了。最近疲于案牍，就抽空过来缓解一下，让二公子见笑了。那你今儿可来对了，今儿这温泉水里加了红花、丹参和当归，有活血化瘀之效。你方才替我说话，我要谢你。这顿早，我请了。多谢二公子。来，哦，舒服。你也看到了，京城的人啊都看不起我，臧大人怎么这么看得起我？哎，金陵岂是池中物啊！我第一眼见到你，就知道二公子绝非凡人。你好奇怪，这话不应该对我大哥说吗？所有人都恭维大公子，但我却觉得，你将来的路，比大公子更为宽广。哦，你说说。二公子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事，我断定，侯府的下一任主人一定是你。还是不够了解我呀。我呢，闲了就尝尝枕楼的美食，闷了呢就喝喝丽月楼的美酒，心情好的时候就到画舫游湖，跟姑娘们说说笑笑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豪赌一场。哎，就我这活法，旁人羡慕还来不及呢，凭什么非得去做那一家之主啊？上下操劳。这些当真是你自己选择的，还是有人潜移默化地驱使你，让你对别的都不上心，只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本事呢？看来今日并非偶遇，你是有备而来，专程等我的吧？是，偶遇虽假，但这些可都是真的。